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辆车是几缸机，排量又是多少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纽北史上最快的车辆——保时捷919 Hybrid Evo。记得18年这辆车的圈数放出来时，我看着车载这速度，也是惊掉了下巴，仿佛有种看外星科技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纽北之家，先赞后看，我们马上发车。那咱们先回答开头的问题，919 Hybrid Evo 搭载的是一台 2.0 升涡轮增压 V4 发动机，也就是常说的 2.0T 四缸机。不过这辆车本质还是一台勒芒 LMP1 赛车，是基于15到17年的 WEC 冠军赛车打造。在2017年，随着保时捷宣布进军电动方程式赛车，919 Hybrid 项目被叫停，而保时捷很想看看，假如没了规则的限制，919 Hybrid 的潜力有多大。所以919 Hybrid Evo 的项目被正式立项，而919 Hybrid Evo 的整个动力系统的硬件保持和919 Hybrid 一样，搭载一台紧凑型2升涡轮增压 V4 发动机和2套能量回收系统，匹配7速序列式变速箱。前轴电机配备了动能回收系统，将前轴的自动能量转化为电能，而内燃机驱动后轴，所以拥有用于回收尾气能量的 ERS， 利用废气产生电能。这些电能被储存在一个液态锂离子电池中，因为 WEC 的规则限制了燃油流速和能量回收系统的可用能量，所以 Evo 将这些限制解除后，将发动机马力从原来的507马力提升到720匹马力，而电机也从408马力提升到了440马力，所以它的综合马力来到了1160马力。同时还优化了空气动力学套件，新的更大的前扩散器与新的大尾翼相平衡。两者都配备了 DRS 液压操作系统，调整前扩散器的边缘，并相应的打开尾翼主翼板与襟翼之间的缝隙，以减少阻力。在 Evo 赛车底部，导流叶片和底板都经过了优化，固定高度的侧裙尽可能高效的再次提升空气动力学性能，下压力比 WEC 版本的赛车多出 53%， 车重也从875公斤减重到849公斤，移除了空调系统、雨刮器、多个传感器、来自赛事控制的电子设备和灯光系统，以及气动千斤顶系统，而轮胎是来自米其林定制的子午线轮胎。当时预示了赛车下压力已经超过了 F1 赛车，为了应对这么大的下压力，悬架也得到了加强。我还发现，在17年，保时捷就将现在流行的 AI 技术应用到了设计空气动力学的翼片当中去了。既然这么一辆快的车被设计出来了，那就该拿去赛道上试一试。在比利时的18赛道，先是做出了比汉密尔顿驾驶的梅奔 W08 赛车更快的圈速，而来到纽博格林，显然他的目标将更加宏大。在此之前，纽北的圈速榜首依然是保时捷 956C 赛车创造的6分11秒13，但这个记录已经35年不曾有人拿下。显然，这次打破这个记录是毫无悬念的。在2018年6月29日，由这位5届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总冠军、2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冠军的蒂莫·伯恩哈特驾驶919 Hybrid Evo 出发，在纽北20.8公里的赛道上创造了历史，圈速直接提升到5分19秒55，哪怕放在2025年的纽北纪录中，也是唯一一辆进入6分内的车辆。我们回看这一圈，919 Hybrid Evo 在大直道的尾速来到了369千米每小时，甚至连很多高速弯也能以超过3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过，平均时速更是高达233.8千米每小时。蒂莫跑完后也是感慨道：“一些弯角我从未想过可以全油门通过。我对纽博格林北环赛道非常熟悉，但今天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学习了它。”最后，我还想讨论一个问题：既然919 Hybrid Evo 在18赛道都比 F1 赛车快了，如果老汉开着 W08 也来纽北，那圈速能是多少？显然这个问题很不实际，但米其林的工程师还真模拟过这样的情况。他们使用专业的模拟软件，将保时捷919 Evo 和2017年梅奔 F1 赛车在18的数据叠加时，可以看到这台 LMP1 赛车相对于 F1 赛车在哪些地方取得优势，在哪些地方落后，然后使用强大的圈速模拟工具。该工具能够优化能量部署、主动空气动力学、扭矩矢量分配以及赛车线路，最后应用到纽北赛道的调教上去，得到了2017款梅赛德斯 F1 赛车可以在5分17秒59左右跑完纽博格林北环，这比保时捷919 Hybrid Evo 快了大约2秒。模拟的具体结果是 F1 赛车在急弯中取得优势，而保时捷则拥有显著的直线优势。保时捷能成功保持领先直到17.5公里处的旋转木马弯，但从这个到主直道的一系列急弯和连续弯道，让 F1 赛车得以超越
并建立起3.9秒的领先优势。保时捷在最后的长冲刺中将差距缩小到仅剩2秒，但这并不足以翻盘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关注我，以后还会分享更多精彩的纽北内容。